这个世界有时候真是让人感觉像虚拟的。就在昨天，2026年的3月24号的下午3点50分，张雪峰走了。他是因为突发的心源性心脏病送到医院后，全力抢救无效，在苏州逝世了哈。就是这个男人啊，你看他在直播里能对着镜头慷慨激昂，连说几个小时啊，精力充沛到让人觉得他会一直在那里。他自己也说过，说直播完一场之后啊，得掉几斤肉，晚上呢还得靠褪黑素入睡，脑子里几乎全是专业呀、学校啊、排名、数据、考生志愿的排列组合等等哈。其实呢，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在透支，但就是停不下来。他还曾经在一次直播里面说过，说他死的那天应该会各大平台有个热搜叫张雪峰死了。不是，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各大平台会有个热搜叫张雪峰死了，就是他可能会成为一代人的那种回忆，就可能那么几届、十几届的学生会印象说，哎呀，就像有的时候大家说，比如说刘德华、张学友，那是一代人的回忆，对吧？我希望能成为同学们或者家长们这一代人的那种回忆。你说挣多少钱，对我来讲呢已经不重要了，就是能够帮到大家，这个是最重要的啊，能够帮到大家是最重要的。会的是吧？会永远活在你们心中是吧？我刚才有朋友，张老师你会的，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谢谢你啊，谢谢你。他当时呢，应该也是在开玩笑哈，没想到最后啊，真的是一语成谶。他还说过，他想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就像刘德华、张学友一样。客观说啊，他真的做到了。他不仅是这个时代独特的符号，也切切实实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很可惜啊，41岁，他早早就这么走了。事发前，张雪峰啊在公司的健身房的跑步机上进行跑步锻炼，疑似啊是因为身体不支导致了这个悲剧啊。他的朋友圈显示，最近一次的内容呢是3月22号，他当天呢还打卡了7公里，3月份累计跑步72公里，这可是一个不小的运动量。消息传出的那天的下午啊，网络上当时也是一片嘈杂。他旗下的风学未来等多个矩阵的直播间还是在按计划正常开播哈，然后大量网友就涌入了，就说网上传闻都是真的吗？求证辟谣等等留言啊，就持续在刷屏。然后各个直播间呢出镜的主播都没有给予回应，保持那个既定的节奏讲解这个考研的规划，并且正常的啊再按照以往的流程啊挂小黄车来售卖课程。然后呢，一个接一个的直播间就陆续停了。入夜之后啊，他的全网的账号的头像齐齐变成了黑白色。在3月24号晚上9点50分，他的微博发出了以远行的讣告。这不是他身体第一次亮红灯了，在2023年的6月就曾经因为疲劳、胸闷、心悸被医院强制收治住院过。据说呀，就算那次在医院住院，他还在病床上审核了6000份的志愿填报方案。其实有不少网友在他的直播间里面提醒过他，包括说他的嘴唇发乌发黑哈，说提醒他要注意身体，注意心脏问题。然后呢，张雪峰呢一直也都没有当回事儿，他也相信自己的心脏和身体没有什么问题。但他也说哈，干他这行不容易，可以说他事业正处于巅峰期，在一个快车道，他自己也停不下来。其实张雪峰这个人还是争议挺大的，我曾经也做过一期节目，对于他说的那个枪一响立刻捐5000万的言论哈，进行过评论。张雪峰这个人啊，其实他作为一个时代的符号，非常值得讲一讲。不只是因为他去世了哈，主要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呢，其实在中国社会扮演了一个特别罕见的一个角色，他真的是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鲶鱼。1984年呢，张雪峰是出生在黑龙江的富裕县，他的父亲是铁路职工，母亲下岗之后啊，在菜市场摆摊卖袜子。高考之后啊，他考上的是郑州大学，读的是给排水专业，不算是名校，这个专业呢也一般般。但是啊，张雪峰他是凭着他自己的天赋、悟性以及勤奋，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道路。2016年，他凭借7分钟解读34所985高校的视频就走红了。此后啊，他就自己创立了公司。版图横跨教育和文旅，他自己呢其实就是一个信息极度匮乏的普通家庭走出来的，
所以他知道啊，在高考时候那种懵，就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就不知道什么专业好，也不知道什么学校的哪个方向有用，更是不知道哪些专业有哪些坑，或者哪些别人不知道的一些大的机会在里面。有很多普通人家的孩子就只能凭父母啊那点有限的知识，还有老师那么随口一说来报志愿哈。这种信息不对称，其实在中国是长期存在的，而且随着阶层越来越固化，这个孩子们的代价也因为这个信息不对称，导致这个代价越来越大。那张雪峰做的呢，就是把这层窗户纸啊，他给捅破了。他把过去啊很多只有城市的中产啊，甚至高知家庭掌握资源的家庭才能掌握的这些信息，用最口语化、最直接，甚至有一些粗暴的方式传递给那些两眼一抹黑的这些普通家庭。根据中国教育在线等机构的一个调查数据，19%的考生参考过他的建议。有统计显示，大约200万的考生啊，因为他的言论改变了志愿的报考方向。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对天空专业的提前规避。可以说，很多的孩子和家长因为多了张雪峰这样一个从前几乎从来没有看过的这个视角，他们就不至于在最关键的一刻走了弯路。网上还有一个调查数据，就是参考了张雪峰式的这种建议的学生哈，他们在毕业3年之后仍旧从事本专业的这个比例，比传统的报考方式高出了41%。这说明啊，专业匹配度确实也提高了。其实本质上就是张雪峰给出的这些参考建议，对于他们以后的就业是有实实在在的指导意义的。当然了，张雪峰也不是神哈，他也会翻车。比如推荐土木工程的那几年，他说的也是头头是道。4年之后呢，因为房地产的塌方，土木成了大家最怕的坑之一。不过啊，对于这种包含了时代潮汐、经济以及政策问题的这种行业问题，任何人其实也都是测不准的。其实张雪峰对于那些本来呢就有丰富信息来源的中产以上家庭，或者天赋异禀、有志于开创性事业的这些孩子，张雪峰的建议确实不一定适用。他针对的主要就是那种大多数的，比如父母见识有限，孩子又懵懂，家里没有资源，没人帮你规划人生方向的那群人。对这群人来说，他讲的那些职业规划呀、就业的现实、社会的规则、信息差，是真真正正打开了一扇窗的。批评张雪峰的那些人呢，主要的观点就在于认为张雪峰的这种指导是在教大家钻研规则、追求就业，是一种极度的功利主义，对社会整体价值是有害的。说这种话的人呢，就是可以说他是站在中产以上这个视角，然后有一种何不食肉糜的感觉。其实你想，对于一个3线城市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甚至尤其是对那些农村家庭的孩子来说，读了10几年书，最迫切的现实就是毕业要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能为家里赚到钱，实现基本的经济自由。那张雪峰只是把这个现实给说出来了，给一条路径。而在中国的这种教育体系里面，其实不止中国哈，其实世界各国都类似，就长期也比较理想化，刻意回避了关于社会的规则呀，还有如何安身立命这些最现实、最真实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家长来给补课。如果家长的实践或者认知也有限的话，那么这个孩子他要晚熟很多年，他要付出很大的成本，才能真正的在这个社会上找到自己的方向哈。那张雪峰做的呢，就是提前补上了这一块系统性的缺失。所以总体上来看，我认为啊，他对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孩子的正向的价值是远远高于他那些有争议的言论的，这一点我认为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张雪峰天天在网上直播，他说了那么多话哈，能被人拿出来指责的呢，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啊。其实你想，哪一个人能够保证每天在网上说的话每一句话都无比正确呢？而且张雪峰这个人，他从来没有做过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总体上他又帮助了这么多人，所以从这个标准来衡量，他已经算得上是一个好人了。当然他后来有点飘了哈，这是真的，就是他自己也不止一次提过嘛。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境和学历被女朋友的父亲看不起，他一直憋着这一口气。当他感到自己没有能量的时候，他就会掏出他女朋友的爸爸的照片看一下，人立刻就精神百倍，再次投入到奋斗之中。我最困难、最无助，我他妈最想离开北京的时候，我都会掏出钱包，把他爸的照片拿出来看，浑身充满了力量。我跟你说，这是真事儿，我没跟你开玩笑，我知道吧？这是一个真事儿。可以说这口气他憋了很多年啊，直到后来赚到钱有了名，那种意气风发是靠实打实的这种奋斗拼出来的，也是带着一点对曾经的压抑岁月的那种报复性的释放。他呢，希望所有人都能看到他，既是事业的驱动力，也是内心那个曾经不被认可的年轻人的一声呐喊。
张雪峰猝死的直接诱因啊，就是在公司的跑步机上跑步后身体出现了异常。前面提到他3月份累计跑步72公里，出事前2天刚刚打卡了7公里。这件事呢，之所以让人格外的痛心啊，就是因为他明显是在主动关注自己的健康。其实他就是想保持精力嘛。你想他直播那么长时间，然后消耗体力和情绪是非常大的。那他显然又没有时间到外面去做专门的健身啊，他就只能在公司的跑步机上来进行跑步，来锻炼自己的身体。虽然他很注重自己的健康哈，但很可惜，他对于如何更科学的管理自己的健康，如何科学的运动啊，他存在一些知识上的一些缺失哈。运动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它不是简单的你动了就好，跑步跑的7公里啊，这跑得越长越好，因为他还跑半马嘛，他说。那在过劳的状态下，其实人体的这个交感神经啊，已经处于一种持续兴奋的状态，再加上他直播嘛，直播又情绪非常亢奋，所以他会分泌大量的茶酚肽，也就是肾上腺素，以维持人的这个清醒、运转甚至情绪的激动。这个时候如果再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哈，运动本身呢也会刺激肾上腺素来分泌，那两者叠加就可能会形成交感神经的风暴，也就是心率急剧的飙升，血管急剧收缩，就极易诱发这种恶性的心律失常哈。这也许啊就是张雪峰最后那一幕，就是过劳加上跑步，直接就让心脏骤停了。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啊，运动猝死的案例中34%其实是源自于跑步。跑步啊，这个看上去好像非常平和、门槛很低的一个运动项目，其实恰恰是夺走很多人生命的那个运动项目哈。网上有人讲过一个案例哈，就是他认识的一个人啊，就长期熬夜之后呢，然后就跑步去了，说是学会了一个跑步能排出身体垃圾的这个方法，还是跟韩国人学的。结果呢，跑到了头晕，从跑步机上就摔下来了，抢救了很久才救回来哈。这个错误的逻辑就是用运动去排毒，去释放疲劳。这个观念在中国其实是非常普遍存在的，但是其实是挺危险的。过劳的时候，身体需要的是休息，不是刺激。有胸闷啊、心悸、冷汗啊，还有身体明显不适的信号的时候啊，大家千万不要进行前行健身啊。而且运动是否过度又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跑7公里，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热身，但是对于长期高强度工作、睡眠质量又不好、有基础心脏隐患的人来说，可能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从张雪峰身上，我们既看到了那种寒门逆袭成功的喜悦，也看到了寒门贵子一路走来消耗了什么。你看他不仅仅需要天赋、口才、悟性和勤奋，也就是张雪峰老师，他是从万中无一的那么多的个考研老师里面脱颖而出的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个我们知道的哈，这么知名的。他呢还需要用健康来换，用紧绷的神经来换，用无数睡不着的这个夜晚来换。从2007年北漂做培训讲师，到2016年凭一段视频一夜走红，他其实已经走了将近10年。而他真正手里有钱，应该是在2021年之后，实际上短短只有那么4-5年的时间。他也曾经在一个著名的演讲中里面说，他可能再过2年你们就看不到他讲课了，因为财富自由了。但实际上他在财富自由之后，他还是在不停的做直播呀，因为公司和他深度绑定，他就是品牌，他就是产品。如果他长期不在直播间里面出现，可以说这个影响力就会直线下降。所以他一直没有从这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中摆脱出来，就没有办法像马云一样闲云野鹤到处旅行。所以有人就说啊，他是那种刚从底层爬上来的那种状态，就是财富上已经成为富人了财富自由了，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和心态其实还是普通的中产，还没有真正进入富人的节奏，还没有来得及好好享受他自己奋斗换来的那一切。这就是寒门贵子的困境啊。出头难是大家都知道的，但维系起来同样是难的，因为在这条路上一路向上的这个路上已经消耗到太多了，包括生理上的、心理上的、健康上的，而且要维系这个状态也是要必须不停的持续的去付出他的努力。而那些从小就躺在资源里长大的孩子，不会因为自己透支而倒下。那从底层爬上来的人啊，他们的成功本身往往就是用健康、生命、时间和精力换来的。张雪峰的人生虽然只有41年，但可以说他的生命的厚度还是极大的。他从一个东北小县城的铁路工人的儿子，到成为一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数百万学生命运的时代的符号，
可以说他走上了一条基督山伯爵式的那种路啊，就是从人生的低谷到顶峰，然后很可惜又在顶峰的时候戛然而止。他自己经历了很多，也有一些争议，但也帮助了足够多的人。就像他自己说的，他想成为一代人的记忆，他真的做到了。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